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，对，开场白忘说了。大家好，我老牛啊，我的麦很炸吗？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 ACT 的盖亚 V1和中豆的盖亚 V1对比视频，也就是填一下之前挖下的坑啊。同时也感谢一下戴布林格劳戴为本期视频提供的这2款玩具。首先可以看到这个 ACT 的盖亚 V1啊，它的这个产品名字并不是叫盖亚 V1，而是盖亚奥特曼与 XIG 战斗机。所以说这款的一个卖点啊，官方也认为是与战斗机的这么一个捆绑啊。中洞这边就直接叫盖亚 V1了。我们这边先取出这2款的这么一个主体来对比一下，可以看到中洞是要比 ACT 高了半个头左右，但身体上呢 ACT 依然是偏健美的这么一个感觉。我们先来看一下这2者的这个脑袋，哇，中洞这个脑袋看起来有点吓人了，特别是这个眼睛如果不亮的话，看起来就像是伟人一样，甚至有一点恐怖谷效应的感觉。这也和他这个比较奇怪的五官比例有关系吧。不过这款 ACT 的脑袋做的还是挺不错的，改善了一下这个 V2 眼睛比较黄的问题啊，这个白色的眼睛看起来就要顺眼多了。然后我这边拿一个真骨雕的脑袋来做一个对比，可以看到这款 ACT V1 的脑袋虽然说不至于比真骨雕做的还好吧，毕竟这2款产品发售时间相差了10年嘛。但是啊，这款 V1 的头雕我觉得其实挺顺眼的啊，特别是真骨雕没出来之前啊，这款头雕的评价其实是挺高的。ACT 的肩甲是一个独立的零件，而中洞的肩甲是与胸部的一整块零件，中洞的这边就会显得比较平，没有什么立体感。像这边腹部位置 ACT 的花纹其实就做的不太对，像中洞这样子末端比较尖锐才更加符合皮套的情况。头部的可动性 ACT 各个方向都是要比中洞要来的好的，特别是这个歪头的幅度啊，中洞基本上是完全没有的。手臂平抬的幅度中洞要稍好一些，手肘弯曲的幅度这2者都挺不错的。胸腰的幅度这款盖亚 V1 其实一般般，因为是和早期的产品盖亚 V2 属于同模换色嘛，关节设计什么的也是早期的，但即便如此还是要比中洞好上一些的。中洞这个腰部可动性实在是太拉了，大腿以及屈膝的可动性这2款其实都差不多，中洞的侧提幅度会更好一些。不过中洞基本上没有什么左右接地性啊， ACT 的左右接地性还可以吧，中规中矩的水平。总的来说中洞关键部分的可动性是不及 ACT 的，但是这个蝴蝶肩的外拉是属于 ACT 所没有的设计啊。OK，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配件吧，这2款产品的配件量都是挺多的。我们先看他们所重叠的配件，首先是这个量子流线，哇，真的这个中洞做的感觉好卡通啊，我其实挺喜欢中洞之前迪迦的那个特效键的，但是感觉这回盖亚做的就比较一般了，真的只能用卡通来形容啊。然后这个 ACT 的量子流线是不是感觉有点眼熟？没错，和之前讲过的盖亚 V2 的量子流线是一样的，只是稍微改了点颜色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款 ACT 盖亚 V1 给了一个增加可动的胸甲，这个是 V2 所没有的，这就使得它摆量子流线姿势的时候会稍微好那么一点点，但是也就只有一点点而已了。这边我们拿真骨雕出来一对比，哇，真的差太多了，真骨雕真的是怎么看怎么顺眼。然后这个光子冰刀，无论是这个造型的动感还是说爆发力来说，都是 ACT 要做的更好，这个中洞做的就太平了。当然这边我们也是可以把我目前做过的光子冰刀都拿出来，大伙儿更喜欢哪个造型呢？中洞这边也是附属了一个蓝宝锥，做工还是非常精美的，涂装很工整，透明件里面还有纹理刻画，这个系列的变声器做的是真不错呀。当然这个蓝宝锥也是可以安插在地台上的。这时候就有聪明的观众要问了，老牛你讲到现在为什么不讲它的发光机构啊？那么我们就来看一下吧，这个胸灯亮起来还是非常好看的，再磁吸一下就会变成这样红灯闪烁的状态。至于为什么我不讲这个眼灯啊，就是因为它这个螺丝根本就拧不出来，我用各种型号的螺丝刀转了1万圈了，它这个就是拧不出来。据劳戴所说，他这个东西买了也就没玩几下，也不知道这算是个什么情况啊，得亏这东西是劳戴的，要是我自己的我就暴力给它撬开了。不知道各位手上的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。然后 ACT 这边有这么一个光剑，应该是和阿古如V1的同模具的，不过附属了总比没附属好啊。当然配件中最权威的我认为还是这4架飞机了，整体的涂装以及飞机的刻画我认为都是非常好的。其中 SG 战斗机是给到了2台，底部可以安插支架，不仅可以 ACT 用，搭配真骨雕也是很不错的，这是这款为什么能长到一个小海景的原因吧。OK， 那么这2款产品呢， ACT 虽然当年的发售价不高，但是现在已经涨到了一个小海景的程度了。不过一般买它的也就图它当个配件包，如果说特别喜欢盖亚的话，遇到好价的话可以买。现在这个市场情况的话，大概5张以下属于比较合理的价格。中洞本身就是属于一个1张不到的玩意儿，能有这个素质还算可以吧，但本身确实有很多小问题啊，属于是最大的亮点就是性价比了。本来是想着重的夸一下它这个发光机构的，但是2款产品我都没有体验到完整的发光机构啊。OK， 那么以上就本期视频全部内容，我老牛，咱们投币过300速更下期。